欢迎收看另一集。订单快被认为是有趣的执行交易机会的区域，但您知道为什么有些订单区块工作得很好，而其他区块则被市场忽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不同条件下的订单快进行了一些回溯测试，以找出受到市场尊重和高质量订单快的特征。我们应用了多种规则来看看它们是否真的提高了订单快的获胜率，并收集了一些最有效的质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市场上出现某些重复模式时，订单快会在某些条件下发挥作用。首先，在本视频中，我们将通过简单的设置解释基本规则交易订单快。其次，我们将描述高概率订单快所需的条件以及如何提高胜率。好，让我们开始订单快的一些主要规则。首先，让我解释一下聪明金钱概念中关于订单快的一些主要规则。基本上，我们将最后一根蜡烛导致低效率视为订单快区域。我们认为，在此就是做出决定的订单快蜡烛。有时订单快是在趋势的开始，有时是在趋势的中间。蜡烛的颜色可以是相同或相反。我们有3个主要规则来识别有效的订单快。首先，它必须造成低效率。当我们有大波动时，影子之间造成间隙时，就会出现低效率的情况。这些都是高效和低效的例子。第二，它必须导致结构破坏或市场惯性改变。结构的破坏或市场惯性改变是市场告诉我们它打算继续朝同一个方向还是反向发展的第一个线索。第三，一定要未被缓解。订单快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我们只找交易机会当价格第一次进入订单区。在黄金15分钟图表上，让我们从左侧开始找出订单快，这些是我们在图表上明显低效率的区域，因此我们将造成低效率的蜡烛标记为我们的订单快。如果它们导致结构破坏或市场惯性改变，所以它们都是有效订单区块。根据我们的规则，现在让我解释一下我们如何使用这交易策略的步骤。此交易设置的规则很简单。首先，识别有效的订单快；其次，将您的订单放置在订单快区域的开头；第三，将止损设置在末端或波动低点；第四，我们的利润目标是2倍的止损范围。这样，即使胜率不到50%，我们仍然可以将账户规模提高到40%。经过一些回溯测试，我们意识到，当某些条件伴随订单止快时，赢得几率显著提高。我们还注意到某几种重复模式的形成会极大地增加交易回报。那么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哪些条件鉴定一个高品质的单止快。但在我们一如既往的继续之前，请点击喜欢按钮表达您的支持，因为我们团队花了很长时间制作这个视频。还有，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在评论中提问，因为我们会尽力全部回答。交易订单快时应考虑的因素总结为4个类别：1、市场结构； 2、市场波动和点差； 3、市场趋势和近期订单快以及较短时间范围内的。我们先从市场结构开始，让我向您展示一些最常见的市场结构模式。这里我们有一个有效的订单快和一个做多的潜在交易机会。但是看左侧，我们可以发现蜡烛正好位于第一个订单快下方和另一个有效订单快区域之间的差距。现在价格可能到来填补缺口的机会很大，会抓住第一个订单快下方的流动性，并在进入第2个订单快时继续推高。因此，当这种模式形成时，第一个订单快下方有一个缺口和有另一个有效订单快，我们给第一个订单快减分。还要记住，跌破第一个订单快并不意味着逆转即将到来，因为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突破，只是走势的流动性强。相反，看第2个模式，这里我们有一个有效的订单快，并且从左边看，我们可以看到流动性出现在同等低点，这举动可以填补未来走势向上。因此，当这种模式形成时，我们有一个订单快可以抓住低于或高于低点的流动性，我们给这交易加1分。第3种模式与第2种模式类似，假设我们在市场前面有一个订单快，当价格接近这个水平时，它会产生支撑，零售交易者将止损置于其下方，因此有更高的机会价格在同等低点下抢占流动性，并继续向上当它到达订单快区域时。因此，让我向您展示一些真实的图表示例，以强调这一点。我们在1小时的时间范围内有欧元美元，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有效的订单快，它造成了低效率和结构破坏。
但看看左侧，我们可以发现支撑多次拒绝价格，因此聚集了大量流动性低于这个水平。此外，我们在该区域和另一个有效订单块的正下方存在缺口，因此价格很有可能突破该流动性区域来填补缺口。当它进入二阶订单块后，价格继续向上。现在看看这个看跌的例子，以欧元美元1小时时间框架为例，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订单块造成了明显的低效率和结构破坏。但这个订单块的有趣之处在于，这一举动的开始是流动性的争夺，所以这里我们给它一个加分的交易机会。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点，每次您遇到亏损交易时，它都不意味着你的分析存在一定的错误。记住，没有一种策略总是赢，因为我们无法控制市场。您应该考虑的第二个因素是市场波动性和价差。当我们分析回溯测试结果，我们注意到，大多数获胜交易发生在高度交易日中波动较大的日子，通常交易周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市场流动性低，这就是大多数获胜交易的原因发生在周中。像欧元、美元这样的货币对最好的交易在一天中高度波动的时段，例如伦敦和纽约时段，否则交易就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不会见证到我们希望在市场上看到的走。交易订单块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如何处理价差。很多时候，市场会对一个点内的订单块做出反应，因此具有很高差价价格的货币会让您错过许多盈利或触发止损，因为价格根本没有触碰它。影响订单成功的第三个因素是市场趋势和最新的订单块。订单块在趋势市场中比较有更高的成功率，相比于横盘，因此最好和更容易获得盈利的交易机会处于主导市场趋势方向的订单块和最新的订单区块。因为市场不断改变方向，并花费太多时间等待价格进入订单块，这通常会导致交易亏损，因为需求和供应不断争取控制权。这就是为什么交易新订单块具有更高的胜率。当我们有明确的趋势市场时，就欧元美元而言，看看有多少次市场打印新订单块拒绝它们并继续推高。相反，看另一个例子，这里我们有一个有效的订单块区域，但在价格到达该区域之前，市场表现疲软，上升烛台开始较小或动能减慢，并且低高正在出现。因此，在较小的时间范围内，交易者可以找做空的机会。例如，在1分钟的时间范围到达订单块后，我们将不知道市场会上涨或下跌。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确认的情况下直接交易在这个订单块盈率不高。因此，高质量订单块的第四个因素是需要在较小的时间范围内进行确认。当市场出现波动时，或订单块被忽略，在较小的时间范围内确认后交易，可以让我们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如果我们在进场前用自己的根据确认交易，会更自信。好的，那么什么是较小的时间范围确认？我们如何确定使用哪个时间范围？订单块交易策略不限于任何时间范围。一旦我们在较高的时间范围内发现订单块，我们就会放大4倍时空的时间范围来寻找确认和交易机会。当较高时间范围为4小时时，入场时间范围将为15分钟；如果1小时，则为5分钟；15分钟为1分钟。以下是我们在市场上交易的一些最常见的模式。第一步，我们在较高时间范围等待市场缓解的订单块，并让价格显示下一步走势。当价格到达订单块时，我们等待市场惯性改变的出现，这意味着短期下跌趋势结束，价格可能开始上涨。因此，当市场发生市场惯性改变之后，我们就会关注执行我们的交易。通常我们会看到2种常见的模式。这就是我们下订单的方式。第一种模式是当市场惯性改变导致低效率，并且有一个有效的订单块，我们将交易置在订单块上，并将止损设置为低于该区域最低点的几个点。我们使用一种简单的获利技巧来捕捉大的风险回报率。如果我们是对的，并且价格开始推高，每次市场出现新的更高低点时，我们都会在市场重新定位止损，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交易推高止赚，直到到达更高的时间范围供应区，我们才把交易结束。当市场惯性改变但没有低效率或蜡烛缺口，就会出现第二种模式。我们用交易回撤水平工具从市场惯性改变开始拉到最后高点，并在 0.618 买入订单。我们的止损将是波段低点的几个点，并瞄准下一个结构水平将是我们盈利的目标。请记住，这些交易设置不限于任何时间范围或货币对。
但您仍然必须进行回溯测试，看看哪一个货币最适合这些策略。所以，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点赞以示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感谢您的观看，下一集再见。